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 XS Max 的维修案例。这台机子呢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，然后他说客人可能之前他自己是去拆装过，然后现在是开不起来啊，所以这时候我先要拆机，然后去检测一下。好，座板拿出来，我们先放在显微下面看一下。诶，呀，这里什么情况？我放大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电池座啊，这个座子怎么扣浪？然后这边也被有动过的痕迹啊，它可能是测量吧。哦，哎，这个螺丝柱里面好像有点打穿了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细节。啊，确实是打穿了，啊，确实有被打穿的痕迹啊。那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断线？我们再看看别的地方。啊，这边也有被拆卸过啊，这边比较明显啊，这边是必加的一些电容，它可能之前是短路啊，拆完以后，毕竟这个机子一手不是在我这里修的，我也不清楚啊。那么这个座子坏了，它肯定不能开机啊，对吧？先把这个座子给它换掉，然后呢，再打开这个螺丝柱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情况，然后我们再开一下机试一下看啊。先把这个胶纸撕掉，因为要风枪一吹，它这样会化掉。我们先把这个座子拿下来啊，这个座子我要给它换一个线，加个夹具吧。可以放点焊油啊，拿座子的时候。放焊油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焊。放焊油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它加热均匀啊，因为这个是液体嘛。我们先把这里拿下来。吹这个温度可以不用那么高哈，如果你是旋风枪的话，大概400度左右就可以。啊，慢慢吹，别急着顶着吹啊，慢慢给它升温，别一下子吹上来，风险比较大。因为下面还有分层要化掉，边上还有其他座子，还有这带胶的芯片。就是尽可能注意一点，如果大家有修到的话。OK。可以用烙铁给它烫一下，把这个烫掉啊。反一面。它这个座子下面已经有一些痕迹了，就是呢这个被刮伤的痕迹，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客人他自己在弄的时候用镊子什么往里面戳了啊。这边有点痕迹了，我刷干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已经这个皮都搞掉了，可能是客人他自己不太明白、不太懂啊，然后搞的时候柱搞到了。我们把这个胶先把它除掉一点，边上的胶，因为要换这边的锡啊，稍微换一下锡会好一点。可以加点焊油。OK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拆一个座子下来啊。可以。然后给它放准位置，放点焊油。吹的时候呢，往这边吹了，会好一点。吹这个座子的时候呢，不要急哈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你要是用温度太高了的话呢，可能会把座子吹化掉，到时候又重新来比较麻烦，所以稳当一点，慢慢来。推一推，给它归位。差不多。好，看一下边上这个小的点焊接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OK，都有焊接上啊。
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螺丝柱拿掉，因为它这个螺丝柱呢是有点被打穿了的，我们要拿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断的痕迹哈。如果有断的话呢，我们要把它弄好啊，要不然可能有其他故障。因为这个螺丝柱下面有 B 加的线啊，开不了机也有可能会导致的。然后还有一条导 CPU 的线吧。拿这个螺丝柱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烙铁拿啊，可以不用风枪拿。就用烙铁蘸点稀，放点汗油呢，把这个稀啊放到这个螺丝柱里面去，这样放进去啊，放进去以后，然后这样烫，它到了温度以后呢，它就会慢慢会化掉啊，这样子也可以啊，因为这边上有一些带胶的东西嘛，你直吹久了也它容易爆的。它已经会动了，看到吗？啊，这时候你要是脱不下来，你可以用镊子给它给一点力。这样呢可以下来了啊！这时候我们需要放大看一下里面，刷干净啊，因为有点汗油看不清楚。哇，这个拧的确实很深了。再放大看一下，看到吗？一个大坑、大窟窿啊，一个大窟窿。所以大家如果自己以后在家里自己拆装机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螺丝长短啊，千万不要打错了啊！打错了，你像这样子就比较麻烦。如果里面断的线比较多的话呢，你可能维修的价格也比较高。所以，如果喜欢自己改装或者是自己换屏换电池的小伙伴们，一定要注意一些啊！打螺丝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，轻轻的打，即使你打错了，轻轻的打，感觉拧不进去了，马上就松手了。因为这下面是一块大的线啊，就是 B 加的这个电池供电的线，很粗的，它可以打下去，但不一定会把它打断，很粗很粗啊，这么大个面积啊。把它这个打的这个螺纹这个外圈刮开，看看有没有中间断开。这样看的话应该还好啊，没有断。这边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痕迹，在这里一点点印子吧，可能有打下去一点，但是也不会断啊，因为这根线是非常粗的。这根线呢是跟电池连的啊，跟这里连的，我们可以来测一下。好，我们给它对一下啊，是吧？0000啊，它们是通的，所以正常的情况下，这颗螺丝呢，打断的可能性很小，因为这个下面有很大面积的这个 B 加的线，不像那种小线啊。那我们先暂时不耐它啊，我们先夹电看能不能开机。哎，可以开机啊。现在这个机子呢，它是这个激活的界面哈，客人之前呢肯定是刷过机啊，然后它前面还有一个三角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三角形，这三角形的话就证明是无服务没基带啊，因为之前客人说呢它是有这个重启的迹象啊，就怀疑可能中程续航，然后呢导致没有基带啊，所以右上角呢就会出现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标志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先把它主板给分层啊，然后看它下面是不是有掉点啊，如果没有掉点的话，那我们就直接再装回来试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给它分层。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先用刀片轻轻分一分。好，可以动，但这边接地的还没有化，再等一会儿。好，夹下来就可以。关机。好，我们切到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掉点的情况。没有吧？这没有什么掉点的情况啊，可能是虚焊导致的啊。这个地线不要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用这个夹具啊，把它夹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有没有基带和 WiFi。如果有呢，我们再给它合成回去啊。先把这个中模排线扣上。好，我们连上数据线呢，看下电脑上面有没有啊。好，插上电脑以后呢，它弹出了一个激活锁，证明它已经激活了。连上网以后，它自己激活了哈。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艾斯上面可以看到，这个设备串号已经出来了啊，那就证明它中程续航。我们用夹具夹上去呢，它是有基带的，因为如果没有基带的话，它不能激活的，也不会弹出叫你输入这个 ID 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先把它合成回去，放点焊油。一定要放焊油啊，因为刚才我在夹的时候，我把这个焊油是擦干净了的，它本来里面有焊油，把它擦干净，所以你得放一点焊油，要不然的话不行的。对准位置啊，你们在刚开始对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可能没那么顺啊，对多了就知道，就有感觉了啊。差不多正了啊。如果有一点轻微的话，我们稍微修正一下就行。比如说上面的多了一点，用镊子这样顶着这边，顶着下面，平移一下啊，先平移一下就行，把它扶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。你不要太大力推，太大力推它下不去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放在这里，等它加热就好了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我们关平台，然后呢，给它压一下啊。压的时候一定要稳啊，因为它这个焊台呢没有这个冷却的技术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嘴冷一下。你也可以架个风扇吹一下，但是比较麻烦，所以希望呢后期这个厂家呢可以做这个降温的焊台，这样可以提高更多的效率，要不然等半天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OK， 先冷却一下啊。然后框我们装上。好，我们夹链试一下。好，开机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诶，中国大陆啊。好，显示有 ID 啊。但是它这个可以使用设备密码解锁。待会呢，我们问客人要过来这个密码，然后呢，再尝试一下啊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有的时候问题它不是说一定是机子的问题的，对吧？我们的设备啊，比如说它不匹配的各种也有形式啊，多尝试一下，不要一拿过来就左板动了，对吧？这样不行。像我们人去看医生一样的，你说啊不舒服就是这里有问题，开刀把你取出来看一下。是吧？就很尴尬。我小时候有一次是这样子，我那时候在珠海国家队练泰拳，广东珠海，就是跟季广介他们在一起。我当时这个头上长了一个痘痘，呢，就是我挤不就发炎了嘛，有点脓包，抠也没在意，然后每天抠，我就有点发脓烂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也没管它，就时间久了以后，我就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长淋巴，你们知道吗？淋巴，知道吧，龙哥？淋巴结啊，淋巴结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发炎了嘛，会那个淋巴会鼓起来是吧？然后我摸那个东西，包括这个后脑上面都很多一颗的淋巴，那是烂了，不知道，也没在意，在后面我也看不见，是吧？我就感觉痒痒的，也不怕痛嘛，是吧？然后就摸这个后面，怎么这么多个包啊？这些地方，然后那用力按那个包还有点痛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跟教练说，就跟季广州说，广州说你去医院看，然后我去医院了，就是在那个谭家，就当地的一个镇上的一个大医院啊。那个其实不算镇的，它属于镇，但是那个医院的属于我们县级的医院的，就这么大，因为那个地方很繁华的。然后我去找那个医生，我直接去找那个医生里面，就是他有一个科室嘛，我就说这个看哪里，然后有个那个扫地的阿姨跟我说在这边，我就跑过去，直接进去，他说你挂号了吗？我说没有，我说医生我这边你帮我看什么情况？你挂号了吗？一个年龄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头，对吧？当时40多岁，现在应该50、60岁。50
50多岁了，我那时候很小，16、17岁。然后他说这样，我说你先帮我看一下，我马上去挂。他说那你先去挂呀，然后就很娘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去挂号，挂了号有10块钱嘛，对吧？我挂号，然后还没看呢就交10块钱。从来农村呢，从来没有去过大医院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知道，就是挂了号以后我就去找他，他说哦，你这个呢，他就帮我摸了一下，稍微这样看了一下，大概1、2分钟，我怀疑是神经纤维瘤，哇塞，把我吓的，我说这是什么瘤啊？我说肿瘤了，我说，对吧？对，他说你需要我们把你转院到那个拱北什么什么大医院的啊，几个市级医院，然后先开刀，先取出一颗来做化验，看看它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才能做决定。我他妈当时吓死了，他要给我开单子说要准备手术了，怎么样的啊？这，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说你在什么医院啊？我就跟她说的事情。哎呀，你自己换个医院试下看，你说怎么可能无缘不好的这个运动员这么健康，你们长瘤了，对不对？还这么多颗瘤，我操，他妈都在这脑子上，吓死我了。后来我就去了拱北那个市级的医院，然后那个也是挂号，然后那个医生是挂完号以后，那医生很专业的嘛，对吧？也很年轻，20、30岁。哦，你这个淋巴嘛，这头你看这发炎了，碘伏弄一瓶5块，消炎药一盒10块，10来块，反正18块钱是20来块钱，回去吃2天就好了。我操！我他妈当时在想，我说你看这。要是我当时信了的话，对不对？让他帮我做手术，我那不是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把我淋巴切了，对不对呀？是不是完蛋了？所以很多我们修手机，它跟这个医生其实是一个概念，我们不能误诊的，对不对？在没有100%确定的情况下，我们肯定不要乱修嘛。虽然这个机子是不值钱，对吧？但是也是客人有些辛苦赚来的钱去买的，我们互相尊重一下，我们社会责任感越强，对吧？你可能以后赚的钱更多，你不要一时想把这个钱一会赚过来多少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的，就像你们一样的，对吧？我跟你们讲的很好的，忽悠你们，学费交过来，上天了。那么你们学完以后，学到一半以后，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叫在学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学到东西嘛，是吧？你就会知道，等到你毕业，你看这么多师兄这里面一批的，他们都毕业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赶任何人走。对不对？从来都是他们找我说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要回去开店了我跟我朋友说要合作我要去工作，我要怎么样，都是这样的情况，不会说这个情况，这个就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以后你们也是这样，我希望你们不管钱赚多赚少，但是这个社会责任感一定要强。